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宗。那小宗呢，现在是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，我身后呢是一家北京饭店，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是张总，他就是北京饭店的老板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张总一起看一下咱们张总在非洲开的酒店是什么样的。那张总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好的，张总，您在这边大概有多长时间了呀？我有43年。43年。哎，那请问您今年贵庚呢？我现在65岁，虚岁就66了。那岂不是20岁的时候就来了？20就是差不多22岁吧。这个酒店也有蛮长时间了吧？已经有差不多16年。以前是在桥的那边啊，口口地有个小餐厅，后来发展以后跑到这边来，就现在扩大规模了。对。行，那您就麻烦带我们看一下吧，您这边的一个情况。这边是有餐厅，有旅店，旅店是有后面，还有前面。那我们可以方便看一下那边吗？可以。这个院儿还挺大的呢。像您这边的话，就接待的客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吗？中国人差不多35%、40%啊，其他的都是法国人的、欧洲的，还有当地人是吧？对，当地人。所以您这儿的员工的话，大部分也是当地人对吧？对，都是当地人。那目前这个酒店的话，是您个人在管理吗？还是有其他人在管理啊？以前我管理，现在就是交给我儿子管理。你好，你好。就是张总的儿子。你好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？我叫张喜耀，在科特长大的。在这边出生吗？对，我算是也是在这边出生长大。挺好。对，在这边受的教育。到法国学校。那你现在是大学毕业了吗？还是？大学毕业了，在台湾读的大学。那你现在就是回到这边陪爸爸？对，回到这边陪爸爸，然后就看一看能不能接老爸的生意。应该可以，没问题。谢谢。行，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。好。这边是前台哈。对，前台那边会客室就是吃早餐呐，就是在这里。我看您这酒店装修的还挺好的。很好。我的旅馆是价钱方面都是比较，不是说很贵的，档次呢只是中等的，因为有的客人他太贵了，他没有办法。我这边是3万法郎最便宜。这就是一个早餐，一个小的会客室。那可以方便参观一下您的这边的房间什么的。好。Quelle chambre c'est libre? Appartement là-bas? Oui, appartement sur le comment dirais-je? Libre. 等一下，我们到前面好。行。因为我这边前面大一点就比较贵一点，就是标间的话是3万。对，那边就差不多要5万多块。Alors bien. Garde le pas sorti. C'est pas japonais. 还有日本人吗？对，这都是房间。这些都是房间。因为有的都有房间都有人了，你知道是没有办法拍。这就是一个 apartment 吗？不是，这也是房间旅馆。这还挺大，这有个客厅。对，这是客厅。这边里面是房间，对吧？对。方便拍一下吗？方便，你就这样拍就好了。好，行。他放的衣服我们不敢动。对，就这样，都是实木的家具，很好啊。对。像这样一个房间大概是多少钱呢？差不多95块美金。另外那边就便宜了，那边是50块。像这种的话，比较适合来出差办公的，因为有一个办公桌。他要自己吃煮啊，对，还有厨房哈。对，那挺好的，有个小厨房。主要是他们住这边的话，什么都比较方便一点。对，交流啊。你出去的话，很多百货公司啊、超市啊。像您这边的话，就是在商业区是吧？我这边呢，阿比让来讲的话，就是最繁华的地方，什么都有，外国人最多的地方。那张总可以问一下，您这个地方是您买的呢？我买的，买下的啊？我买的，我自己盖的，全部都是我自己盖的。厉害！再过一阵我要重新要装修了，是有的东西太老了，疫情的关系，现在没有办法去广州。像以前我都到佛山去。佛山。去完了带个柜子来。来，没事，您先走。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现在客人来了，餐厅的客人。现在客人都来了。像这边的客人的话，就是来餐厅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比较多啊。我感觉您这儿布置的好温馨啊。我们这边人虽然在非洲，你要开始烧香了吗？对，没错。挺好的，我觉得做生意就是得这样。这边是您办公室吗？对，这是我的小办公室。看到您的照片了，这是在科特。对，在科特雕的。我看您这儿还写了韩语，应该蛮多韩国客人。对，因为我是韩国华侨，我在韩国出生的。所以您这边的客人的话，既有韩国人、中国人，对，还有一点日本人都有。
我看您这平时应该也挺喜欢钓鱼的。对啊，钓鱼啊，还有到野外去啊。您那边是西藏哈？对，我就很喜欢西藏，我去过。像张总，您就是来非洲这边就一直在科特迪瓦吗？还有我一直在这边，哪里都没有去。就是坐吧。哦，行，张总您也坐。好好。看出来你真是很喜欢钓鱼呢。平时的话，也就是待在这个酒店这边哈。是啊。那当时您过来的时候是怎么就想着来非洲呢？我是这个样，我在台湾学的机械，毕了业以后呢，有一家公司，做农业机械的，让我在那边上班。因为这边刚好以前有台湾的农工队，他们要用那个农业机械，刚好我在台湾是一家农业机械，你知道，技术人员派到这边来。派到这边来完了，就在一家公司服务，做了大概2、3年吧。老板年纪大了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了就我自己留下来。所以当时就公司已经相当于没有业务了，然后您就还是继续留在这边。对，我能继续留在这边。那当时您留在这边的话，就开始做这个酒店了吗？没有，我做过好多事哦。那比如说呢？有养过猪啊，卖过豆腐。后来卖豆腐就看到找地方，自己做餐厅。白天呢做餐厅。晚上上大夜班，给黎巴嫩人一家那个做塑胶鞋的工厂上班，大概有3年到4年吧，每天大概只睡3个到4个小时。那请问那时候您年纪是多大呀？我20几岁啊，体力好啊。那还是真的蛮拼的哈，那个时候。对啊，所以在那边赚了点钱，后来我就做了个餐厅，小餐厅，不是现在这边，这是大概15年以前，东难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走掉了，外国人也走掉了，华人也走了，我留下来，我没有走。就是那时候科特迪瓦它这个国家是有内乱的嘛？对，最烂的时候买的地，那个时候买地的话，应该性价比还蛮高的哈。很便宜的，所以我觉得张总您也还是特别有远见啊。没有，不是，你出来的话就是这个样。要拼的，没有办法。像张总，您那边祖籍是哪里的呢？我山东文登，可是文登现在威海管。威海，那你目前在这边的话，还时常回家吗？我先回韩国去，我去3个地方：韩国、山东、台湾再回来。就是都得去拜访一下自己的都朋友要去啊。我那个伯父是前几年过世了，我还有我堂哥堂弟啊，我亲戚都在文登，都要回老家去看一看，再到烟台去。像您的话，目前有没有说打算回台湾啊，或者韩国，还是哪里养老呢？还是就打算？现在怎么很难讲了，搞不好我留在这边，这边习惯了。您在这边待了有40、50年了，对吧？43年，43年。对，就目前科特的这个情况，你觉得综合来看怎么样？你记住非洲有一点，永远不知道是明天是什么样的哈。政治也好，经济也好，你抓不住，你就努力做你的事就好了，就是这个样。所以战争方面，我经过3次。我1999年12月25号开始，3次，有上有下，有上有下，就这个样。就是政权交替哈。对啊，所以非洲国家只是这个样。你如果来这边，你就要赶冒险。如果撑不住冒险的话，拜拜。还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就是爱拼才会赢哈。没有办法，只好这个样。张总，像您在这边这么长，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内乱，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您经历过的在这边最危险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最危险的事就是我救一个法国太太，她是我家邻居，可是那时候不能出门了。然后他儿子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妈妈趴在家里。那时候刚好呢，他是对付法国人，他对我们中国人是很友善的。那我说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去救他妈。我就带着我太太，我又后面放个毯子，就老太太到他家以后，偷偷的把她挪到车上，叫她到后面去坐好，用毯子给她包起来。包起来完了，在路上就开车出去。每个十字路口都有黑人，你知道，把守的，烧的轮胎啊那种，每个人手上拿着棒子或者是砍刀，这么长的砍刀，他要停车，你知道。有的呢，他看到中国人，他就是让你来；有的人看你，我看情形不对的话，马上转头，因为那边的大街小巷我都很清楚的。我就穿走近路。大概有2、3个关卡。都很顺利的过去了。过了桥来了这边就安全了，你知道。一过了桥以后呢，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成功了，没有问题。完了就把他送到法国部队。到了法国部队呢，哇，那很危险。刚好有一部卡车，军用卡车，上面有法国军人，你知道，他不小心按了扳机，你知道啊，一颗子弹就打在我们旁边，很近呢。这是一个小插曲了。后来很安全的把老太太放在那个法国军营里面。
我们就回来了，一路回来。可是他们一看到中国人呢，他就没有问题，让你过去。那时候就是很危险的、很冒险的事情。还有最后一次就是抓那个老总统啊，我们在这边大概旅馆里面有客人，在这边大概两个多礼拜，还好我们这边有吃的准备的蛮多的。就是那时候比较乱，然后比较乱，不能出去嘛，外面就是乱开枪嘛，每天就开枪开的不停。1个礼拜以后呢，有韩国大使馆、大使啊、参战啊，也是从另外那边最危险的使馆区那边，有联合军呢用个战车晚上把他们送过来。他们在这边，我这边也住了1个多月，所以像您在这都是很危险那时候。你没看我那个大铁门吗？看到了，也都是防弹的，好厚啊。对呀，感觉张总您说的这些都好像是电影里的场景啊。像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没有。我们展览的时候，我还带着小孩子3个家庭，我带头，我们去戛纳去避难，戛纳多个我都去过，在那边住了差不多1个月，这边安定了，再带他们回来，开车子去的。一路也是很危险的，有叛军啊，有政府军啊，我们都有经过。后来他们看小孩子说我们要避难到戛纳去，他们蛮好的，帮我们走。张总，您说的这些，我觉得都太那个富有电影情节了。那都是不是骗的？那个外面那个开的枪啊，那个榴弹啊，还有一次我差点被榴弹打到，在我家那边我有院子，我那时候有7条。大狗啊，因为我在树下面乘凉和狗玩，就是一条狗来了，狼狗来了，把我推开，它刚推开，一颗榴弹呢就从上面掉下来，我算了一下，刚好是刚刚我那个位置，如果不是狼狗把我推开的话，就中弹了，就中弹了。所以那个狼狗它是意识到了意识到了，我想它也是给我了我1条命了。所以张总您就是经过好几次的这个动乱，都一直不离不弃的坚守在科特。没有办法，我都没有离开啊。很多人当时大概70%到80%都走掉了。反正现在的科特呢，不管是经济方面啊，还有就是发展方面，好像都还挺不错的。因为我刚来这边，感觉整个城市啊发展都还蛮好的。是的，对，张总您觉得？如果说有想要来科特创业啊，或者说想要来科特经商的一些就是华人朋友们，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呀？就您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好好干，好好努力。我跟你讲，满地都是黄金，有很多人啊，都是发大财的在这边。哎，你敢去钻，有很多路子。非洲啊，最后一块黑土地就在这边。是的，由你们来开发。由你们年轻人来开发，决定会成功的。不要半途而废。我都拼了，你看来了40多年，我就是小成绩而已啊。如果你们再努力的话，就不得了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张总您就是太过于谦虚了。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人生这一辈子，不仅是说光靠着钱这方面的财富。有时候可能精力呀，还有这些都是一笔很大的。我觉得中国人一定会成功，为什么你知道？我是做旅馆餐厅的，来的都是像你这种20几岁的，真的，我佩服你们，佩服我们中国人，很能干。来了以后呢，清早就出去，背了个包包去做生意，晚上晚的回来。回来了以后，过了几天脸都是晒得黑黑的，真的很能干，真的很厉害。是不是张总就看到了这些人，就看到了你？真的，我会很高兴啊！我每天鼓励他，我说。你们很能干，我看您儿子也挺上心的，好像在向你学习管理这方面的。对啊，我刚听他说他是在台湾念书，对，然后又回到这边。我为什么把他送到台湾念书？也是很多没有办法，因为总起码拿的是台湾护照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他的中文不太好，我要把他送到台湾，把中文讲好。所以他现在的话，应该可以掌握好几门语言了。应该说法文、英文、中文这3门。他还会讲一点点韩语。像我女儿的话。韩语也很好啊！您还有女儿吗？对，我女儿是那个照片上的吗？这个对哦，那个是您女儿，这是我女儿。哎，感觉她长得好像韩国人啊。请问那个是您太太吗？我太太。这个是您女儿的对象？我儿子。他怎么变了呀？他好像变瘦了点。您太太也在这边吗？对，这次也跟我回来了。那挺好的，我觉得一家人不管在哪儿，就只要是我女儿大概下个月底也会回来，住个2个礼拜。她在法国念书。没有，她上班，在那边有工作。所以她从小也是在科特长大的。也是在那边长大的，也是在这边受的教育。中文都是我们在家我老婆教的，就是口口相传。对，没有还要写啊。我女儿的中文比我儿子好，可能妈妈教的更多一点。就是在这边念书的话，是不是大部分的可能还是会去法国上大学啊，或者是工作什么的？没有，我想法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中国人嘛，中国人你也要把中文学好，对吧？
对，完了你去完了以后，中国的历史啊也能懂一下。你一个外国人，你法文多好多好，也比不过真的法国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条件好的条件，因为你会讲中文，中文现在可以讲是以后全世界的语言，不要忘记，中文太重要了。还有中国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。可以方便问一下张总，您儿子他多大吗？满25岁，25岁，很年轻，挺好的，有您这样的父亲带他，给他指路呢。他喜欢这边，他在这边讲土生土长这边，所以他就是能够接受这边的文化呀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包括这边的朋友圈子。对对，张总可以方便带我看一下您那边餐厅吗？可以可以，行。像您现在这个餐厅是包给别人在做？包给他了，对，包给刚刚那个现在他是王老板了。北京饭店的名字也是您取的吗？我取的。那为什么想着会取叫北京饭店呢？北京这个很响亮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啊。一提中国就是北京。再讲，尤其是我们北京菜，就是我们山东菜啊，鲁菜啊。对哈，对吧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好像都有就北京饭店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南非我就不知道，如果是西非的话，他们都学我，是吧？我是最早的。对，我可以保证。您这是来的最早的吗？这边就是餐厅了哈。对，这餐厅。就这个餐厅之前是您在经营对吧？对，我经营。然后后面才给别人。就是去年2000年我就承包给他了。啊，我们看看，这都是我自己盖的。哇，很不错耶，就有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。中间还有个浴池，很漂亮啊。我自己设计的，很赞。有个小桥。啊，还有一个小桥。那边还有流水，不算，好吧？不算。这就是大堂是吧？对，大堂这边还有3个包间，咱可以看看吗？可以。好，在养那可以样的呢，在养那吧，你这边最大的有客人了。啊，行。这个环境真的很不错耶，很亮堂啊。这个也是自己设计的，也是您设计的。对对，很不错。感觉到了大国家就是不一样了。不，哎，张总，就科特这边的话，大概有多少中国人、华人啊？我现在不太清楚啊，大概能有，我现在估计最少1万吧。1万？哎，现在很多了。您这些餐具也都是北京，像这边的话，大概能坐个12个人的样子哈。来这边吃饭的人的话，可能就大部分都还是华人。华人。对。这边还有马来西亚华侨啊，也有的。他们看到这种中餐的话，会不会也是很亲切啊？是啊是啊，像我们这边中餐是这边是最久的。这边的话，科特大概有多少家就中餐厅之类的呀？现在很多了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最少大概20家有吧。20家？对啊。大的小的，有的小店呐、住家啊，卖个火锅的也蛮多的。过一阵子就是一家，过一阵子就是一家，是。过一阵子再关掉一家，再关掉另外一家。流水的兵，还是您这边是铁打的营盘？您这边的话，住宿都是会去接的，对吧？都接，都是免费，洗衣服也是都是免费的。洗衣服也免费？也是免费的。哦。要不要喝杯咖啡？哦，不用，谢谢。我待会儿没关系，我们就在餐厅喝就行了。哦，这是我儿子的，这是您儿子的联系方式哈。因为我就马上交给他了，我的名片在这边旧的，我就不用了。行，我的是这个，我的名字是这个。哦，对，我之前在地图上有看到过那个。对，小钟在这里呢也帮北京饭店打一个广告。因为像北京饭店这边呢，小钟看的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老板说也可以免费接送，然后呢也有免费的洗衣服，最重要的是老板人特别好，不问哪里。对，所以有需要的朋友，有要来科特迪瓦的朋友的话，可以通过这里的联系方式联系一下张老板和他的儿子，他儿子特别可爱。我让再拿下来，终于见真容了。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感谢张总的分享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